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，这种来自火星的地外生命体，在被注入葡萄糖等营养液后，生长速度惊人，并且它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单独执行所有细胞功能。这意味着它的每个细胞都有单独的肌肉，以及大脑和眼睛。它还很聪明，会变换姿势取悦老黑。面对如此奇特的生物，老黑渐渐陷入研究之中，无法自拔。终于在第25天的时候，实验室报警了，原因是实验舱的一颗螺丝松动，导致实验室模拟的大气结构突变，从而导致卡尔文进入休眠状态。老黑因此自责。老黑之所以如此在意卡尔文，是因为他的双腿天生肌肉萎缩，他想在卡尔文身上找到恢复的希望，所以他必须重新唤醒卡尔文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卡尔文在搞鬼。突然，他嗖的一下缠上了老黑的手，展现出无比恐怖的力量。那小电棒都被他给干折了。反应过来后，老黑打算把手抽出实验舱，却没想到卡尔文竟死死地粘在了培养器上，不管老黑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。外星生物果然是早有预谋，外边的队友也只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老黑尝试用电击棒引诱卡尔文松开，但卡尔文丝毫不感兴趣。下一秒，卡尔文就地起意再次发力，更是直接扯断了老黑的手指。剧烈的疼痛导致老黑大脑缺氧，出现了晕厥。队员们见状想要立马冲进去救人，但队长却说里面可能出现了感染，不敢让他们冒险进去实验室。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卡尔文居然松手放开了他，显然那一双黑色的手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就在大家以为安全的时候，培养器里的卡尔文正在试图越狱，但被光滑的塑胶手套挡住。第一次尝试失败后，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卡尔文不仅身体强壮，而且智商也极高。他将身体缠在电击棒上，折断了尖锐的部分。他巧妙地用电击棒刺破了手套，嗖的一声就出来了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。逃出的卡尔文肚子饿了，他立刻来到了小白鼠的面前。小白鼠多少有些蒙圈，在短暂接触确认可以食用后，他以一种极为残暴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正式晚宴。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死士不顾队长的反对，赶紧冲进去救人。他一把拉住老黑，利用真空的浮力把他送了出去。此时的卡尔文在吸收老鼠的能量之后，已经变大了数倍。此时都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瞬间就缠在了他的腿上。队友只能飞快地关上实验室的舱门。此时死士的内心在想该怎么办，这才刚出场就要领盒饭吗？他当即表示想要干掉外星怪物。他拿起一根电热管，哭哧就给干碎了。我开始对准怪物就是一顿电头。卡尔文在经历了剧痛后，瞬间逃到了一旁。这时他又进入了攻击状态。此事件情况十分紧急，立刻拿出了威力更大的火焰喷射器。炽热的火焰似乎起到了作用，怪物停止了移动，但随后他就修复了损伤。这种愈合能力让死士相形见绌。但卡尔文沿着墙壁四处逃窜，身法极为迅速，所以火焰喷射器的燃料用完了都没有伤到他。卡尔文也已经失去了踪迹。这一刻，他多么希望自己真的是死士。突然，灵活的卡尔文直接钻进了死士的嘴里，非常残忍，和抱脸虫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一行失散多年的亲兄弟。外面的队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惊悚的一幕，没有人敢冒险去救他。此时，卡尔文已经完全进入了死士的体内，在他肚子里转了一圈，鲜血不停地从死士的口中喷涌而出，几乎他的五脏六腑都被卡尔文吞噬了。片刻后，他停止了呼吸。队友们原本把卡尔文关在实验室就好了，但是好死不死，悬浮在空中的喷火器刚好触发了灭火系统，实验室的消防孔全部被打开。同时感受到危险的卡尔文像章鱼一样缓缓从死士嘴里爬了出来，体型明显又变大了好几倍。他试图从灭火喷口逃走，本来补救措施只要关闭消防孔就好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喷口并不止这一个，而且这些喷口只能逐个关闭。在关闭最后一个时，还是让卡尔文利用消防口钻出去畅游空间站。整个空间站幸存的5名宇航员成为了卡尔文的猎物。队长急忙向地球发出求救信号，但信息发到一半，哪知道通讯发射器离奇瘫痪了。但以卡尔文现在的进化速度，随时都有可能将大家团灭。现在必须得有人到空间站外去进行维修。最后决定让队长冒险出舱检修。随即队长身穿宇航服靠近了发射台，他打开了冷却装置，才发现里面用的冷却剂全都没了。他们猜测可能是被卡尔文喝光了，因为卡尔文也是碳基生物，他也需要氧气、食物和水。队长询问现在哪里还有冷却剂，队友告诉他除了通讯系统和中央处理器之外，宇航服里也有冷却剂。话音刚落，卡尔文突然从发射器中钻出，吸附在宇航服上。宇航员在太空中被外星生物死死缠绕住了身体，他似乎盯上了宇航服内的冷却液。紧接着，怪物开始猛烈撕扯女人的宇航服。女人以为宇航服够厚应该会没事，没想到怪物竟然扯断了宇航服的冷却管，导致有毒的冷却废液渗透到女人的头盔上。女人拼命地往上爬，必须用最快的时间返回舱内。可现在头盔里悬浮的冷却液严重挡住了视线，她必须抄近路跳到对面直接进舱。于是她冒险解开了安全绳，纵身一跃，跨越浩瀚星海。但由于刚才撞击太猛，加剧了冷却液的渗出，头盔几乎已经被灌满，女人随时都有可能会窒息而死。队友见状，赶紧穿上宇航服，赶到气闸舱前准备救援。好在女人就要窒息时，终于爬到了舱门口，但打开舱门需要内外一起操作才能打开。队友让他在外面顺时针旋转阀轮开门，而就在这时，怪物不断地在他的身体周围游荡。如果就这样贸然打开舱门，怪物也会跟着一起进来。为了不让其他队员受到伤害，女人在外面直接锁死了舱门。她决定带着怪物飘向浩瀚的宇宙，与怪物同归于尽。然而就在船内的队友们痛不欲生时，
怪物似乎察觉到了他的阴谋，猛然又跳回了空间站上。虽然这只怪物已经超越了所有生物生存的极限，但它无法在太空中长久生存。空间站的外部是封闭的，怪物想顺着喷气口潜入空间站。宇航员们也想出了对付它的办法，只要等它一进入喷射口，他们就启动喷射口的废气杀死它。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怪物的智商和移动速度。短暂的操作下来，他们不仅没有杀死怪物，反而让燃料所剩无几。再加上刚才的推力，让空间站严重偏离了预定轨道，正在慢慢接近大气层。一旦让怪物进入地球，后果将是毁灭性的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冷静下来。这时，老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起初，他们发现这个来自火星的怪物是干细胞生物的时候，最终他们模拟远古地球的大气结构，成功唤醒了火星干细胞。再加上怪物对水源特别感兴趣，这说明它和人类一样，都是碳基生物。这些生物可能已经统治了火星数亿年，并吞噬了所有生命。起初，火星上是有水的，但是最后没有了。没有喂养就会没有生命，这才导致大气循环被破坏，臭氧的消失，它们便会进入休眠状态。所以他提议大家都躲到同一间船舱，将整个舱内密封关闭，再将其他舱内的氧气全部排空，让火星怪物窒息后进入休眠状态。就在大家都忙着封闭舱室的时候，机智的火星怪物重新进入空间站，进行下个目标掠杀。老黑突然在船舱里发现了什么，但他并不打算告诉大家，而且他的性格也有些孤僻，他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弱。队员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后，发现老黑不对劲，此时他已经开始变得神志不清，甚至在休息的时候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He was my buddy. It's my fault. It's just surviving. Life's very existence requires destruction. Calvin doesn't hate us, but he has to kill us in order to survive. 说着说着，老黑莫名其妙地晕了过去，大家赶紧开始抢救，开始用电击进行心肺复苏。然而女队员发现老黑腿上的裤子怎么动了一下，她立马走上前去拉开裤脚，顿时吓了他们一大跳。老黑居然对怪物产生了感情，任由他绑在腿上吸食自己的营养，这可是要毁灭地球的外星异种啊！惊慌失措的队员们连忙施以电击疗法，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，怪物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体，还长出了一个恐怖的小脑袋，吓得他们疯狂的逃命。但这个小日子宇航员却被吓得腿都发软了。被打扰进食的怪物顿时勃然大怒，开始向他们发起猛烈的攻击。仅存的3人只能兵分2路逃，另外2人则把自己锁在指挥舱。怪物的移动速度异常之快，逃不掉的村上在最后1秒只能躲进休眠舱。火星怪物与村上对视一眼后，他在上面游走了好一会儿，似乎在摸索着如何打开它。躲在里面的村上瑟瑟发抖，大气不敢出。最终怪物找不到突破口，便停在玻璃上面，开始用蛮力挤压玻璃。突然钢化玻璃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，如此惊人的力量，就连国产的钢化玻璃都无法承受它的攻击。由于怪物的细胞是全功能的，在时刻吞噬人类的同时，也同样在复制人类文明知识，所以他意识到人类都有救人的倾向，他只要留下活口，其他的人类就会自投罗网。他已经进化到可以和人类比拼智商的地步。另外2名躲藏起来的宇航员根本没有关注到这边，2人注意到定位系统显示有一个红点在快速移动，原来是怪物在啃食老黑时，连他腿上的追踪器也吞了进去。既然能掌握了他的行踪，2人立刻就想到了办法。怪物在船舱里宛如幽灵一般飞速移动，转了一圈也找不到目标，于是又再次折返回去，继续吃老黑的身体补充能量。而这正是他们提前设计好的诱饵，只要将怪物吸引到这节船舱，他们便立刻关闭舱门。Let's kill this thing. 然后单独排出这一节舱室的所有氧气，几个小时后怪物就会缺氧而死。本来计划没有任何漏洞，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偏偏这个时候远处飘来一个对接站，看来地球收到了他们发出的求救消息。但好巧不巧，对接的地方正是怪物所在的船舱。如果这个时候空间站完成对接，那么他们的计划就白费了。然而通讯设备已经无法使用，宇航员赶紧用手电筒闪出警示提醒，可那个对接站根本就没有人，只是一个助推器，直接就给怼了上去。巨大的力量让整个飞船都为之一颤，而且对接成功后并没有停下来。男人想去提醒他们，却立刻被女人拦下，并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地球知道了这边的遭遇，并不会派人来救他们。这个空间站的安全防护就是他设计的。第2道防火墙是实验室，如果这2道防火墙都失效的状态下，会自动激活第3道防火墙，也就是这个助推器。这个助推器会自动对接空间站，如果他们没有消灭火星怪物，助推器就会把空间站推向太空死亡地带，防止外星生物入侵地球。然而被困的村上还不知道实情，满心欢喜的以为救兵来了，但他也不知道队友的计划，赶紧跑去想手动打开对接站的舱门。这动静立刻吸引来了火星怪物，2位队友想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村上已经强行打开对接站的舱门，等村上进入对接站后，怪物也立即扑了上去，里面居然还有几位宇航员，不过瞬间就被怪兽秒杀了。慌乱中，村上松动了助推器的螺丝，导致空间站对接处发生断裂。在压强作用下，飞船内的一切都被疯狂吸扯了出去。赶来的怪物吸在了村上身上，队友
有想去救他，可怪物也不傻，他顺着村上的身体一点点爬了过去。为了不连累队友，村上一把拉开怪物，一起掉了下去。2名宇航员趁此机会拼命向空间站爬去，怪物却再次追了过来。好在2人总算及时回到了空间站，将其阻挡在了舱门外。随后助推器失去控制，偏离了航道，直接撞到了空间站。空间站已经被撞得碎渣飞漫天。虽然空间站的中央处理器还在运转，但生命维持系统已经完全瘫痪，温度正在急速下降，氧气也在快速流失。最重要的是，火星怪物还活着。而最要命的是，空间站并没有推向深太空，而是偏离航道导向地球，将在29分钟后坠落大气层，而且燃料早已用光，他们已经没法修正轨道。真是天助火星怪物！以它的凶猛程度，2名宇航员可能活不到落地，但怪物一定能活着到达地球。要知道，地球上有80亿人类，真要让怪物放开了吃，地下的资源也被逐一吃干抹净，它会进化成啥样谁也不清楚，地表也会变得跟火星一样。2人看着如此美丽的蔚蓝色星球，男人一通煽情后，才突然想起空间站有2个逃生舱。男人的计划是，怪物要想活命就必须得到氧气。现在空间站的氧气正在迅速减少，而氧气烛可以释放氧气，他用氧气烛来引诱怪物跑到他的逃生舱，调至手动操控，让逃生舱驶向深太空远离地球，而女人则坐上另一个逃生舱返回地球。果然前半段计划还算顺利，男人用氧气烛将他引进了逃生舱，并迅速趁机关闭了逃生舱门，他要和这个怪物同归于尽。随后他按下了逃生舱的启动按钮，飞船脱离空间站后开始缓缓起飞。与此同时，女人也成功坐上驶向地球航道的逃生舱，但是意外再次发生，女人的逃生舱在发射过程中撞上了空间站的残骸，舱体系统出现故障，偏离了航线。原本想要返回地球的女人却偏离了正轨，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黑暗，或许只有外星人才能拯救她了。而原本要和火星怪物驶向太空深处的逃生舱驶向了地球，千算万算不如怪物算，他早已经识破了人类的诡计，于是才将计就计，委曲求全进入逃生舱，利用自己力大无穷的臂力控制男人，让逃生舱驶向地球。说明细胞量级越高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越强，最后竟然能够理解空间站和地球是什么关系。紧接着怪物打开男人的头盔，经过不断的吞噬生命后，此时的怪物已经开始能够繁衍后代。片刻之后，怪物学会了逃生舱操纵杆的操作原理，控制逃生舱划破大气层，摩擦出剧烈的火花，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一般直奔地球。随后降落伞自动打开，逃生舱稳稳地降落在了越南海域，正好被2个淳朴善良的渔民看到，他们赶紧上前查看情况，里面布满了网状粘稠物。男人声嘶力竭地大喊，让他们不要打开舱门，但是听不懂英文的渔民以为这个人是在求助，赶紧打开逃生舱救人。男人歇斯底里让他们不要开，里面有怪物，但舱门还是被一把给拽开了。怪物发现只要有人还活着，其他的人类就会想尽办法去救那个人。如果让怪物进入这种有机生物含量特别丰富的海域，获得大量的食物来源后无限繁衍，以它的生长效率和超高的智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地球将变得和火星一样。